欢迎收听《一道微光同志小说》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这个暑假我们3个一起补习。方卓惊讶之余，手下意识一松，筷子里夹着的肉啪嗒掉在他的腿上，在浅色的布料上留下一块油渍，肉块顺着大腿滚落掉在地上。他无畏地拿着餐巾纸低头猛擦，等他重新抬头时，发现对面的陈野正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，他眼神意味不明。裤子脏了。不过没关系。方卓紧张地硬挤出一个笑容，摆着手连声道：没事没事。怎么想怎么奇怪，这位爷平时从不在食堂露面，今天居然屈尊降贵。方卓当然不敢把这疑问直接说出口，只能任由他在心底反复回旋，因为他在试图降低自己的存在感，让自己在饭桌上尽量不被注意。可唐玉成偏不给他这个机会。方卓，你想什么时候开始补习？我除了周六周日要去市体育馆练球，其他时间都可以。不过既然是暑假，早上也不用起得太早吧。我都行。陈野在旁边接了一句。唐玉成修长的手指轻轻扣了扣桌面。那咱们就从下周一，也就是暑假第1天开始，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到11点半，下午1点到4点半，地点在我家，中午就在我家吃。周六日会给你们布置一些任务，你们觉得这样安排怎么样？我有个问题。你说。你家有什么好吃的吗？陈野挑了挑眉，放下手里的筷子，语气里透着股漫不经心。我吃饭很挑剔，不好吃我是不吃的。唐玉成斜睨了一眼旁边这位少爷，然后又扫了一眼他面前看起来没怎么动的餐盘。那你想怎么样？这样吧，我带我们家厨子过去。陈野身子往后一靠，双臂抱胸，提议道：让他负责做饭，咱们只负责专心学习就可以了，你们觉得呢？他先看了一眼唐玉成，又转头看向对面的方卓，最后目光就定在那里。方卓不敢与他对视，却被他那直勾勾的眼神盯得脸上一阵阵烧得慌。我没意见，这样也行。唐玉成点点头。你觉得呢，方卓？我也没什么问题，反正回家也是冷锅冷灶，既然有人管饭，还是厨师掌勺，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？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尘埃落定，一时间饭桌陷入了沉默。自从陈野坐到对面，方卓便开始有些不适应，也有点紧张。但转念一想，陈野既然主动要求补习，多半也是真动了想学习的念头，更何况还是在唐玉成家里，他还不至于混到要在他家里闹事吧。况且他的加入让唐玉成还能多赚些钱，于情于理我都不该阻止他，挡了兄弟的财路。想到这儿，方卓心里总算有了底，整个人自内而外都放松了一些。但心里的问题是不问不快。他憋了一路，终于等到回到教室，趁陈野回到座位的时候，压低声音问同桌：你俩怎么凑一起去了？我不是让你离他远点吗？是他主动找的我，虽然这个人名声不好，但想上进总不是坏事。再说了，这送上门的买卖哪有往外推的道理？果然还是因为钱。对了，刚才吃饭时没说。唐玉成认真看着他：你不用支付补习费。你不是需要钱吗？如果我去外面补习，一样也是要花钱的。没事。唐玉成拍了拍他的肩膀：我刚转过来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帮了我？如果没有你的帮助，我不会这么快的适应这里。而且你还介绍我进篮球队。总之，我把你当兄弟，我不想收你的钱。但我还是觉得这不合适。别墨迹了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你也知道我赚钱就是想买份像样的礼物，陈野给我的价格还不错，买礼物的钱算是有着落了。我帮助你们提高分数，也得到了报酬，各取所需，这样的结果不是挺好的？这倒是。方卓撇撇嘴：但如果他也把你鼻梁打歪了，你可能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怕这怕那，那就什么都不用干了。而且咱们不能带着偏见看人。刚才在食堂跟他一起吃饭，现在你不也完好无损地坐在这儿了吗？话是这么说，但万一他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呢？哪天一不小心把他惹急了，扑上来咬你一口怎么办？唐玉成被他这副如临大敌的样逗乐了。你可能不怕被咬，但我可怕着呢。咱们2个人，他一个人真打起来，他可不占便宜。但万一他武功高强呢？以1敌2，把咱俩都打趴下了呢？哼，你这脑子真不该学理科，应该去楼下的文科班。方卓一瞪眼：你怎么知道？我最开始就想学文，是我爸妈非让我学理，说什么学好数理化，走遍全天下。方卓，你真太逗了，我眼泪都笑出来了。说着，唐玉成用手蹭了一下眼角。所以你这是同意他跟咱们一起补习，还是怎么样？方卓叹了口气，无奈的点点头。虽然心里还有点毛毛的，
但我相信你的判断。谢谢你的信任，放心吧，下次考试成绩保准让你换手机的梦想成真。黄昏时分 ，Novice 所在办公大楼被笼罩在金色的余晖中。白启远刚跟宋毅开完会，特助张旭便领着他来到一间视野极佳的办公室。白教授，这就是给您准备的办公室，您看您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没有？若是不喜欢的话，我立刻为您调换。没有，这间已经非常好了。按理说，我这种不用坐班的，不需要这么好的办公室。张旭温和地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这是宋总特意叮嘱的，一定要为您安排一间独立的办公室，方便您以后来这边处理公务，同时也能保证您这边的清静和私密。哦，你们宋总真是考虑周到。这是在夸我吗？那我是相当荣幸啊。宋毅人未到，声先至。张旭恭敬垂首。宋总。宋毅微微点头。这里没你事儿了，你可以先出去了。好的，宋总。说着，特助张旭离开了办公室，轻轻带上了门。这个办公室，你还满意吗？相当满意。谢谢宋总，您真是费心了。这没什么，你喜欢就好。说着，宋毅缓步来到白启远身侧，两人并肩立于巨大的落地窗前，窗外逐渐亮起的城市灯火映入两个人的眼底，气氛在静谧中滋生出几分暧昧。表面看上去，两个人各自欣赏风景，但只有当事人知道自己在看什么。白启远感到从玻璃上反射过来的对方的目光，那目光直白而炙热，这让他感觉有点局促。他垂眸别过眼，可能他自己都没意识到，现在他这副样子是多么勾人怜惜。这时，宋毅微微侧身来到他身后，双手轻轻附上了白启远腰的两侧。宋总，别！白启远动作轻缓地从他两只手中挣脱出来。空气凝固片刻。白教授是聪明人，应该多多少少能感觉到我喜欢你。从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动心了。他顿了顿，眼神锁定白启远的双眼。我能追求你吗？对不起，你不能接受男的。不是。宋毅再次逼近，他那种深情款款、近乎灼人的目光，让人多少有些动容。我喜欢的同样是男性，但知道的人不多。我上次跟您提过，我家现在住着我的一个侄子，还有1年他就要高考了。我不希望我的私事干扰到他，他身上寄托着太多人的希望。宋毅微微蹙眉。虽然你这样跟我解释，我还是不能理解，我们谈恋爱跟他高考有什么冲突？因为他还不知道我的性取向。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这不应该再是个问题了。时代是在进步，但同性恋这个话题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依然敏感。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同一个速度。宋毅看着他紧绷的侧脸，半开玩笑。那我们搞个地下情怎么样？白启远也就当一个玩笑笑了笑。总之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宋毅收敛了几分锐气。但偶尔请你吃个饭，看场电影，这总没问题吧？白启远对上他诚恳的眼神，终于点了点头。斜阳彻底沉入地平线，白启远准备离开。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宋毅的车缓缓停在公寓楼下，两个人下车，宋毅的目光时不时地落在对方身上，片刻的安静又扬起了一丝暧昧。那我先走了，晚安。晚安。宋毅走到车边，打开车门，刚好与踏着暮色归家的唐玉成撞了个正着。双方对视了一眼，互点了下头，打了个招呼。车开走后，白启远和唐玉成面面相觑。你回来了？启远叔，你也刚到？对，刚到。那个宋总送你回来的？刚好顺路。哦。两个人一前一后进入电梯里。你今天怎么也这么晚回来？我在学校和同学打了会儿球，之前我给你发了短信，你没看到？白启远一愣，随即有些尴尬地从口袋里摸出手机看了一下。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忙得忘了看手机了。两个人走出电梯，唐玉成拿出钥匙开了门，走了进去。他先从鞋柜里拿出拖鞋递给白启远。谢谢。白启远换上鞋，松了口气。哎呀，终于到家了，总算能歇歇。启远叔，跟你说件事，暑假会有2个同学来家里，我帮他们补习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啊，这种事以后你自己做决定就好，不需要特意的问我。好。这样一起学习是不错，但你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了，自己的学习也别耽误了。放心吧，不会耽误的。那就好。唐玉成沉默了一瞬。还有，
明天晚上的家长会你会去吗？当然，白启远笑了，语气坚定。你放心，再忙我也不会缺席。这么重要的会，我怎么可能不去？唐玉成嘴角微微上扬，这个笑容有点甜。以前在老家，可从未有人参加过他的家长会。唐玉成的心情五味杂陈，全都揉进了后面这句话里。谢谢叔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这不正常吗？启远叔，你要洗澡吗？你先去，我过会儿再洗。哦。